今天我们要聊一聊一个让许多糖尿病患者困惑的问题：辣椒到底是不是糖尿病的发物？很多人口口声声说糖尿病人不能吃辣，因为辣椒会刺激胰脏，让血糖失控。这种说法听起来有道理吗？还是只是一种误解呢？此外，如果我们想好好保护体内那宝贵的胰岛，胰岛是胰脏中分泌胰岛素的细胞团，除了辣椒之外，还有哪些食物是真正该少碰的雷区？又有哪些蔬菜是糖友们的福音？常常食用可以稳定血糖，让血糖想升高都比登天还难。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话说清楚。请您耐心看完，这可能颠覆您对糖尿病饮食的传统印象。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发物。发物是中医饮食文化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某些容易诱发或加重疾病症状的食物。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生病了，吃了某种东西导致病情变坏了，那这种食物对他来说就是发物。不同体质的人，发物可能不一样，并没有一份硬邦邦的清单适用于所有人。民间传说中，常被列为发物的东西有很多，比如海鲜、羊肉、辣椒等，都有人说成是发物。于是，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想，辣椒这么辣，会不会也是让血糖恶化的发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想一想，糖尿病为什么跟吃这么有关系？糖尿病是当今社会中非常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资料显示，光是在中国就大约有超过1亿人患有糖尿病，相当于每10个成人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在全球范围，糖尿病患者数量更是高达数亿之众，可见其普遍程度。糖尿病主要分为2类，第一型糖尿病和第二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比较少见，主要由自身免疫等因素导致年轻时就可能发病，目前医学上还难以预防。而第二型糖尿病占绝大多数，它的特点是身体仍然能产生胰岛素，但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了，出现了胰岛素抵抗。简单说，就是胰岛素这把钥匙打不开细胞吸收血糖的门锁了，于是糖分滞留在血液中，引发血糖升高。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但跟我们日积月累的生活方式有极大关系，尤其是饮食习惯和体重管理。大多数的第二型糖尿病其实是可以预防或延缓的，只要我们管住嘴，迈开腿，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有机会远离它。既然第二型糖尿病和吃这么有关系，我们再说回发物。不少老一辈的人对糖尿病的忠告就是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其中辣椒常常在禁忌清单上，有人认为辣椒太过刺激，属于发物的一种，糖尿病患者吃了会刺激胰岛，让胰岛素分泌更加紊乱，从而使血糖控制变差。然而，最新的医学研究和专家观点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事实上，辣椒并不像传言中那样可怕。我们现在就来揭开真相。科学家们对辣椒进行了许多研究，结果发现辣椒不仅不是糖尿病的发物，反而可能是控糖的小帮手呢。为什么这么说？原来辣椒中含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叫辣椒素。辣椒素就是让辣椒尝起来火辣辣的元凶，但同时它也是对人体有益的成分。研究发现，辣椒素有助于提升身体的新陈代谢水平，加速热量消耗。有一项统计研究相当有意思，科学家调查了成千上万名成年人，发现经常吃辣的人，死亡风险比不吃辣的人明显降低。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有研究特别指出，常吃新鲜辣椒的糖尿病人死亡率更低一些。听到这里，您也许有点惊讶，难道吃辣还能长寿不成？这背后的机制可能正是因为辣椒素促进了代谢，帮助控制血脂和体重，减少了肥胖和代谢综合症的风险。要知道，体重控制好了，胰岛素抵抗就会减轻，血糖也就更容易控制，这对糖尿病人当然是好事。另外，辣椒本身也富含维生素 C 等抗氧化营养素，新鲜的辣椒维 C 含量甚至不亚于一些水果，适量吃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对身体并无坏处。既然如此，我们可以下个结论，糖尿病患者并非一定要对辣椒敬而远之，辣椒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样会直接伤害胰岛或使血糖失控。相反地，适度吃辣不仅无妨，还可能带来某些健康益处。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前提是适量，而且最好是新鲜的辣椒或天然的辣椒调味。如果您本身有严重的胃炎、胃溃疡等消化道问题，还是要根据自身情况酌情少吃过辣的食物，避免刺激胃黏膜。又或者有些人对辣特别敏感，一吃就满头大汗，心跳加速，那吃辣带来的不适可能超过好处。这种情况下，您自己觉得不舒服的食物就是您的发物，以后就要少吃。所谓发物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并没有绝对统一的黑名单。总之，辣椒本身并不算是糖尿病的发物，对大多数糖友来说，合理吃辣并不会加重病情。所以如果有人因为糖尿病劝您从此告别辣椒，您大可微微一笑，心里有数，辣椒没有那么可怕。但是话说回来，糖尿病患者在饮食上确实有不少需要注意的地方。既然辣椒并非头号大敌，那么我们真正该警惕的是哪些食物呢？一位医生特别提醒大家，若想保护好我们的胰岛细胞，以下这4类食物还是能少碰就少碰，它们才是更可能伤害胰岛、使血糖失控的幕后黑手。接下来我们一一揭晓这4类地雷食物。首先要少碰的是高淀粉食物。所谓高淀粉食物，就是含有大量淀粉的主食和加工食品。举一些常见的例子，白米饭、精白面条、馒头、面包、马铃薯，尤其是土豆泥、薯条这类烹调方式，年糕等等都富含淀粉。淀粉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进入肠道后很快就被分解成葡萄糖并吸收入血。对于血糖本来就偏高的人来说，大量摄入高淀粉食物会使血糖在短时间内急剧上升。想象一下，一碗白饭下肚，没多久就变成一堆葡萄糖涌进血液，您的血糖曲线会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往上冲。这时候胰岛得拼命分泌胰岛素来应对，长期如此，胰岛细胞相当于被迫超负荷工作，时间久了可能就疲惫不堪，无法维持正常功能。这正是第2型糖尿病的成因之一。所以如果想保护胰岛、预防或控制糖尿病，饮食中一定要节制精致淀粉类主食。不是说完全不吃主食，而是要讲究一个度，一餐中碳水化合物的比例不能太高。主食可以用一些粗粮或高纤维淀粉来部分替代精白米面，比如燕麦、糙米、全麦面包、地瓜等，这些比起白米白面，消化速度慢，不会让血糖飙升的那么快。反过来，那些精加工的高淀粉食品，特别是加了很多淀粉的零食、素食，更是要少吃。一句话，高淀粉食物吃多了会让血糖火箭升空，搬往上窜，对胰岛的压力很大，这类食物务必要适可而止。第二，要尽量避免的是含糖量很高的食物和饮料。这一类其实很多人都能猜到，各种各样的甜食、糖果、甜点，还有含糖饮料都在黑名单上，比如奶茶、可乐这类饮料，还有蛋糕、冰淇淋、巧克力派、甜饼干等等零食。这些食品里面充满了单糖或双糖，例如蔗糖、葡萄糖、果糖等，一吃进去就被迅速吸收，导致血糖迅猛上升。同时，高糖食物往往热量惊人，却缺乏营养。长期过量摄取的后果不仅是引发高血糖，还会导致肥胖，而肥胖又会进一步加重胰岛素抵抗，真可谓恶性循环。一杯手摇奶茶或一块蛋糕下肚，我们的胰岛就得加班加点制造大量胰岛素来降低血糖，长此以往，胰岛功能容易受损。另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糖分对我们的大脑有奖励效应，吃甜食会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让人感到快乐愉悦，于是很多人会不由自主的上瘾，越吃越多。然而短暂的愉悦过后，等待身体的却是沉重的代谢负担。过多的糖还会加速我们身体的老化。您可能听说过糖化这个词，糖分子会和蛋白质结合，产生对皮肤有害的物质，让皮肤变得暗沉、发黄、失去弹性。所以常吃高糖食物的人，不仅血糖难控制，容易长肉，皮肤状况和衰老速度也比一般人更糟。高糖食物可以说对健康百害而无一利，对于糖尿病朋友来讲，更是禁区中的禁区。想保护胰岛，请务必管住自己的甜食瘾，少碰这些高糖食品。偶尔嘴馋尝一点可以，但千万别经常吃，吃过量。第三，需要注意的是，
高糖水果。听到这里，有些人会疑惑，水果不是天然健康食物吗？为什么也要慎重？没错，水果富含维生素和纤维，适量吃对一般人很有益处。然而，对于血糖偏高的人来说，并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大量食用。水果的甜味来自于果糖、葡萄糖、蔗糖等天然糖分，不同水果含糖量差别很大。有的水果含糖比较低，吃起来也没那么甜，但有些水果本身糖分极高，吃几颗就相当于咽下大半杯糖水。举例而言，像荔枝、龙眼、榴莲这类水果含糖量就非常高。以荔枝为例，甜蜜多汁，然而它的糖分含量可一点不低，吃一两颗或许没关系，但如果一不小心连吃20-30颗，摄入的糖分可能比一罐可乐还多。再说榴莲，它虽然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美誉，但榴莲的含糖量和热量都极高，多吃对血糖控制非常不利，所以高血糖人群对这些高糖水果就要有所节制，每次浅尝即止。而相对的，像莓类、草莓、蓝莓这些水果含糖量就低一些，可以适当选择。这里还有一个冷知识，水果的甜度和含糖量不完全成正比，也就是说，吃起来很甜的水果，它的实际含糖量不一定特别高，反之，吃起来不那么甜的水果，有时候糖分含量也不少。比如西瓜，吃起来很甜很解渴，但因为西瓜水分极高，稀释了糖的浓度，所以以升糖指数 GI 值来看，一般吃适量西瓜对血糖的影响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再比如一些口感不太甜的水果，可能因为缺乏酸味的平衡，其实糖分也不少，所以糖友在吃水果前最好先了解该种水果的含糖量和 GI 值，聪明的挑选。而总的原则是，每次水果摄取量要适当，不要一次吃过量，然后尽量避开那些公认含糖特别高的种类，例如前面提到的荔枝、龙眼、榴莲，还有特别甜的葡萄、芒果等。将水果当作小点心而非正餐，多选择含糖低又富含纤维的水果，例如奇异果、柚子、苹果等，这样既能补充维生素，又不会给血糖带来太大压力。最后，一定要管住嘴的是高油脂食物，特别是油炸类食品。这类食物对健康的危害其实不仅仅是血糖，还包括心血管、体重等等多方面，可谓隐藏杀手。常见的高油食物例如炸鸡、薯条、炸薯片、油条、炸甜甜圈等等，还有一些烧烤和重油炒菜也属于高油高脂。这些食物诱人之处在于香脆可口，满足味蕾。但是您可能不知道，食物一旦经过高温油炸，营养素几乎损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对人体有害的产物，比如反式脂肪、氧化变质的油脂等。换句话说，炸鸡薯条外表金黄酥脆，内里却是高热量的空壳，没有什么有益营养，只剩下脂肪和热量。经常吃这些，首先热量超标必然导致发胖，肥胖又会让胰岛素作用变差，直接诱发高血糖、高血脂。其次，高油食物会直接损伤胰岛功能。研究发现，高脂肪饮食容易造成胰岛细胞负担过重，时间久了可能出现胰岛功能障碍，无法正常分泌足够胰岛素。同时，油脂摄入过多会让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中的脂类物质水平升高，这不仅对血糖有影响，还大大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血脂太高容易在血管内壁沉积，引发动脉粥样硬化，长期下来可能导致脑梗塞、心肌梗塞等致命问题。高血糖若再叠加高血脂、高血压，就构成了可怕的三高，对健康的威胁是指数级上升的。在中国有句俗语，病从口入，其实高油食物就是现代人许多慢病的诱因之一。要保护胰岛，也为了整体健康，请务必远离那些油滋滋的美味诱惑。有时候嘴馋想吃，可以用更健康的烹调方式来解馋，比如用烤箱烤薯条代替油炸薯条，或者偶尔少量品尝，但绝不过量频繁。总之，高油食物吃得越多，日后看病吃药的机会也可能越多，一定要慎之又慎。好了，我们已经点出了糖尿病饮食中最需要当心的4类地雷：高淀粉、高糖、高糖水果含高油脂食物。管住嘴巴，特别是管住以上这些食物的摄入，就是在为保护胰岛
控制血糖打下基础。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们列出的其实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精细主食过量，甜食不离口，吃水果不节制，还有爱吃油炸宵夜等等。这些习惯不改，胰岛迟早要出问题。但反过来想，如果我们能把上述习惯改过来，少吃那些伤身的东西，是不是就离成功控制血糖更进一步了呢？没错，但光是少吃不够，还要懂得吃对东西。古语有云，药补不如食补，意思是与其生病了吃药，不如平时通过食物调养身体。对糖尿病来说更是如此，饮食控制堪称治疗的基石。在避免坏食物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多吃一些有益于稳定血糖的食材，来辅助我们的胰岛工作。那么有没有什么食物被誉为胰岛的好帮手，天然降糖药呢？答案是肯定的，特别是在蔬菜中，就有那么几款明星蔬菜，对于平稳血糖相当有帮助。很多医生和营养师都建议糖尿病患者应该经常食用3种特别的蔬菜，只要把它们融入日常饮食，持之以恒，您的血糖想要升高都比登天还难。听起来是不是很吸引人？现在就让我们揭晓这稳糖3剑客到底是哪3样蔬菜。第一种蔬菜就是苦瓜。苦瓜可以说是糖尿病人圈子里的明星食物了，甚至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降糖之王。苦瓜的味道虽然很苦，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但正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苦瓜的苦味里就藏着对糖尿病有益的成分。苦瓜中含有一种独特的植物化合物，叫苦瓜苷，也叫苦瓜皂苷，以及一种类似多肽的物质，称为多肽 P。 研究表明，这2种成分具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简单理解就是可以帮助促进葡萄糖进入细胞代谢，从而降低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有些研究甚至在尝试从苦瓜中提取这些成分，来作为辅助降血糖的治疗。除了直接的降糖作用，苦瓜还富含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有助于减缓肠道对糖分的吸收，避免饭后血糖迅速飙升。值得一提的是，苦瓜本身热量很低，几乎不含脂肪，也没有多少碳水，因此不会让人发胖。对想控制体重的糖友来说，苦瓜是非常友好的食材。夏天是新鲜苦瓜上市的季节，很多家庭也有以苦瓜入菜的习惯，比如凉拌苦瓜、苦瓜炒蛋、苦瓜炖汤等等。需要注意的是，苦瓜再好也不宜过量食用，天天拿苦瓜当饭吃也不现实，过量摄入可能引起肠胃不适，尤其苦瓜性寒，脾胃虚寒的人要适当控制分量。总的来说，常吃苦瓜有助于降血糖，对糖尿病人是有益的。我们可以把苦瓜当作降糖食疗的一部分，但别忘了均衡饮食最重要，单靠苦瓜并不能取代胰岛素等药物哦。第二种蔬菜是秋葵。近些年秋葵成了养生菜的新宠儿，在糖尿病食谱中也经常出现它的名字。秋葵又叫黄秋葵、羊角豆，是一种绿色的胶质蔬菜。很多人第一次接触秋葵，可能觉得它口感黏黏的，有点怪，但正是那层黏滑的胶质对健康大有助益。秋葵的粘液中含有可溶性膳食纤维和黏蛋白，这类物质在肠道中会形成粘稠的液体，延缓葡萄糖的吸收。换句话说，饭后如果有秋葵这样的蔬菜搭配，同样的一碗饭，因为有纤维的干扰，葡萄糖释放进血液的速度就没那么快，血糖上升会比较平稳，不会猛冲猛降。对糖尿病患者而言，这种缓冲作用相当珍贵。另外，科学家还发现秋葵中含有一些特殊的植物化学物质，例如胡皮素、一种黄酮类化合物等，可能有助于抑制肝脏的葡萄糖产生。要知道，我们的肝脏会在2餐之间把储存的肝糖分解成葡萄糖释放出来，这也是血糖的一个来源。如果肝脏产糖过多，空腹血糖就会高，而秋葵中的成分有望减少肝脏过度放糖的情况，帮助空腹血糖保持稳定。除了控糖作用，秋葵还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 以及矿物质钾等营养素，热量非常低。很多人拿秋葵来减肥瘦身，也是利用它低热量、高纤维、增加饱腹感的特性。对糖尿病患者来说，体重控制本来就是治疗的一部分，所以像秋葵这样既能控糖又助控体重的好蔬菜，
一定要物尽其用。至于烹调方面，建议秋葵清淡烹调最能保留营养，例如汆烫后凉拌、清炒、快炒都可以，避免高温炸制，以免又摄入过多油脂。每天几根秋葵做配菜，长期坚持对血糖稳定会有正面影响。第三种推荐蔬菜是洋葱。洋葱可是一种寻常却不平凡的蔬菜，它在餐桌上很常见，许多人几乎天天都会吃到洋葱，不管是炒菜、炖汤还是做沙拉，洋葱都能入味提香。然而您可能不知道，洋葱其实还有辅助降血糖的作用，因此也被纳入我们的推荐名单中。洋葱含有丰富的硫化物化合物，比方说2烯丙基2硫化物等，这些物质能够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换句话说，吃洋葱后，胰岛素这把钥匙更容易开锁，把糖分送进细胞，血糖就更容易下降。洋葱还含有一种微量元素铬，这种矿物质是胰岛素发挥作用的必需元素之一。如果人体缺铬，葡萄糖耐受能力会变差。有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体内的铬含量往往低于正常人，所以适当补充铬对血糖控制有益。而洋葱正是富含铬元素的食物之一。除了这两项，洋葱还富含前面提到的胡皮素，秋葵也有，洋葱里更多。胡皮素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剂，能减轻自由基对胰岛细胞的损伤。糖尿病人的胰岛贝塔细胞往往在常年高糖环境下受到氧化应激的损害，所以抗氧化保护也很重要。洋葱无疑提供了这方面的助力。更棒的是，洋葱价廉味美，几乎一年四季都买得到。烹调方式也多种多样，生吃洋葱或轻微加热，比如快炒，可以保留最多的有效成分。如果您能接受生洋葱的刺激味道，凉拌洋葱就是很好的吃法，或者平时做菜多放一些洋葱做配料调味，也是不错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洋葱本身的糖分含量不高，但却有特殊的甜味和香气，用来替代部分盐和油，既增加风味又健康。一些民间偏方甚至还有洋葱泡红酒治糖尿病的说法，虽然这个偏方可靠性未经证实，但是从侧面也反映了洋葱在降糖方面的名气。总之，别看洋葱只是常见食材，它对稳定血糖的帮助可不小。糖友们在日常饮食中不妨多加利用。介绍完这3大稳糖蔬菜，我们再强调一下，它们并非特效药，但长期坚持食用，对血糖控制确实有正面作用。当然，吃再多的苦瓜、洋葱也不能让糖尿病痊愈。该吃的药，该控制的总热量还是要遵循医嘱。但在日常饮食中有意的偏重这些有益食材，就相当于给胰岛多加了一层保护。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血糖平稳在健康范围，而不是大幅波动。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替各位糖尿病患者总结一套护胰岛黄金法则：管住嘴，远离四物，精挑食，多吃3菜。前半句管住嘴，指的就是少碰我们列出的4类高危食物，把那些会让血糖猛涨的东西挡在嘴外。后半句精挑食，就是指巧妙选择对血糖有利的食物，把苦瓜、秋葵、洋葱这些帮助稳定血糖的蔬菜融入餐桌。做到这2点，血糖管理将轻松许多。最后，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问题，辣椒到底是不是糖尿病的发物？现在答案已经很清楚了。辣椒本身并不会引发或加重糖尿病，相反，它还有益于控糖和健康。真正需要忌口的不是辣椒这类调味品，而是那些高糖、高淀粉、高油的食物和过量的高糖水果。很多时候，人们误会了对象，把钟馗当成了鬼。其实辣椒也许是来帮忙捉鬼的那位，而真正的鬼怪是我们饮食中的隐形糖和油脂。希望通过今天的讲解，能帮助您正确认识糖尿病的饮食遗迹。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和自律。刚开始可能觉得清淡饮食、戒甜戒油很痛苦，但当您体验到血糖稳定带来的身体舒适、精力充沛，您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请记住，民以食为天，我们每天吃进去的东西决定了身体的走向，往健康还是往疾病。当然偶尔也可以有小小的放纵，但关键在于绝大部分时间里
我们都要按照对健康有利的方式去吃。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听信了错误的观念却不改坏习惯。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与糖尿病做斗争，不妨从今天开始，按照我们讨论的原则来调整饮食，不该吃的尽量忍住，多补充那些有益的蔬菜和食材。长期下来，您的胰岛会渐渐恢复元气，血糖也会越来越听话。届时再回过头看，您会发现控制血糖其实并非难如登天，相反，只要方法对了，坚持下来就能看到改变。祝愿所有糖友都能科学控糖，远离并发症，过上健康自在的生活。